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看第一篇概论。首先，第一章，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第一节，基本理论和概论。来自膳食的营养素和食物成分种类繁多，目前对此已经有了多层次的基本认识。根据其生理作用和健康功能的不同，可将膳食成分分为必需营养素、条件必需营养素、其他膳食成分。必需营养素是我们存活、正常生长和功能所必需，但不能由机体自身合成或合成不足，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营养素。与其他膳食成分相比，它们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生物学特性，即缺乏该营养素可造成特异性缺乏病，甚至死亡。至今已经确认的必需营养素有42种，包括蛋白质中的9种氨基酸，脂类中的2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7种常量元素、8种微量元素、14种维生素和水。条件必需营养素是指人体正常状态下不一定需要，但对于体内不能足量合成的人群是必须供给的营养素。补充该营养素可纠正缺乏导致的异常表现。关于其他膳食成分，除了已知的营养素外，食物中含有多种非营养素的其他膳食成分，植物性食物中的多种成分在维护人类生理功能以及预防某些疾病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我们直接看膳食营养素摄入参考量，它是为了保证人体合理摄入能量和营养素，避免摄入不足和摄入过量及降低慢性病风险，推荐的健康人群每日平均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的一组参考值。首先我们来看平均需要量，是指某一特定性别、年龄及生理状况群体中个体对某营养素需要量的平均值。按照 EAR 水平摄入营养素可以满足某一特定性别、年龄及生理状况群体中 50% 个体需要量的摄入水平，但不能满足另外 50% 个体对该营养素的需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就不用看这个指标了，毕竟只能满足一半的人。我们接着来看推荐摄入量，是指可以满足某一特定性别、年龄及生理状况群体中绝大多数个体需要量的某种营养素摄入水平。长期摄入 RNI 水平可以满足机体对该营养素的需要，维持组织中适当的营养素储备和机体健康。对个别身高体重超过正常范围较多的个体，可能需要按每千克体重的需要量调整其 RNI。 我觉得推荐摄入量也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接着是适宜摄入量，通过观察或试验获得的健康群体某种营养素的摄入量。当某种营养素的个体需要量研究资料不足，无法推算 RNI 时，可通过设定 AI 来代替 RNI。AI 的准确性远不如 RNI， 且可能高于 RNI， 因此使用 AI 作为推荐标准时，要比使用 RNI 更加谨慎。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过多关注，说白了 AI 全靠估计。接下来是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指平均每日摄入营养素或其他膳食成分的最高限量。值得注意的是，对一般群体来说，摄入量达到 UL 水平对几乎所有个体均不致健康损害，但并不表示达到此摄入水平对健康是有益的。目前有些营养素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制定 UL， 所以对没有 UL 的营养素并不意味着过多摄入这些营养素没有潜在危险。关于宏观营养素可接受范围，降低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的建议摄入量，以及特定建议值，我们一时半会儿应该还遇不到，日后见到了我们再讲。现在讲太多了，怕大家记不住。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营养素摄入不足或摄入过量的危险性。如图所示，相信大家都能够看懂。人体每天都需要从膳食中获得一定量的各种必需营养素，如果人体长期摄入某种营养素不足，就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当通过膳食或者其他途径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营养素时，就有发生摄入过量的危险。关于剩下的2小节以及2、3、4章，我觉得不是我们要了解的重点，他们主要都在论述编写这本书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一些数据的来源、衡量标准，
都是一些概念性的科研方向的内容，对此我们主打一个相信他们。那么本期视频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下期视频，我们直接进入到第2篇，能量与营养素。其实关于这篇内容好像有点用，但我不是很感兴趣。我再思考一下，是简单带过，直接开始蛋白质，还是稍微多讲一些，单出一期视频。关于这期视频内容好像稍稍有点多，大家可以慢慢观看，不了解的可以私信评论，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